先生不好意思哦，例行酒测。我是迪卡分局刑警队高建祥。我好像有闻到酒味。帮个忙吧，我家里办丧事，喝了一杯。请节哀，但我们还是要测一个。母亲过世了，我赶着去灵堂。就在我以为能蒙混过关时，那个交警发现了挡风玻璃上的裂纹。下车，酒驾，挡风玻璃上面有裂痕。我当时便慌了神，将手放到档位上，甚至做好了硬闯的准备，因为我害怕的不是被查酒驾，而是此时后备箱中的那具尸体。就在半小时前，我接到了母亲离世的噩耗，心急如焚地往老家赶，碰巧又遇上堵车，心烦意乱之下，我连灌了好几口啤酒，随后抄小路继续往回赶。行驶途中，同事打来电话，这通电话让我分了神，差点撞上了迎面而来的狗，可还没等我缓过神来，我急忙下车查看，只见那人连假眼都掉了出来，早已没了生命气息。我颤抖着双手，刚想拨通报警电话，可却被女儿的来电打断。与此同时，不远处一辆巡逻车缓缓驶来。如果此刻被发现，我的家庭和事业都会彻底玩完。在经过一番心理博弈后，最终自私和恐惧占据了上风。我决定铤而走险，我迅速将尸体拖到旁边的垃圾堆，草草掩埋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慌张回到车上，把车移动到垃圾堆旁遮挡，然后关灯熄火，假装车上没人。巡逻车缓缓靠近，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，因为此时尸体的两只脚还暴露在外，如果他再前进一段距离，那么垃圾下的尸体将暴露无遗。好在巡逻车突然接到了新任务，拉响警报便离开了。等警车彻底走远后，我把尸体打包塞进后备箱，临走还不忘捡走假眼，接着继续朝老家方向驶去。可祸不单行，车还没开出去多远，就迎面与正在查酒驾的交警撞上，眼看没法蒙混过关，我当即决定直接冲抢。可看着围过来的交警越来越多，最后理智还是战胜了冲动。大家辛苦了，我是迪卡分局刑警队高建祥。今天我家里办丧事，喝了一杯，能不能就算了？他的身份未确认。麻烦你跟我到车上确认。这里就可以了吧？你打回勤务中心问一下不就行了吗？高建祥，760-8290-75031，12个号码。对了，就在队长去核实我身份时，一个交警突然打开了车的后备箱。喂，不要碰我车！我见状，连忙冲上前阻止，随后发生了肢体冲突。虽然我是刑警，有些身手，但终究寡不敌众，最后脑袋还挨了一记闷棍。好在队长终于确认了我的身份，这才让我逃过一劫。谁打我的头？站出来！你以为警察就可以乱打人了吗？啊！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等我赶到灵堂，亲戚们都已经走光，只剩妻子和女儿还在等我。我刚坐下想喘口气，可就在这时，一批缉毒警找了过来。原来他们在一个会所里追查毒贩时，刚好撞见我们部门的人在收保护费，所以他们怀疑我们警黑勾结。由于我当时不在局里，所以他们就索性直接过来找我，还带来了我存放在警局保险柜的平板。在上级的眼神示意下，我解锁了密码。平板里虽然没有包庇毒贩的证据，但却发现了我们收保护费的秘密。你们这个油水挺多的嘛。上级看在多年共事的份上，答应尽量帮我摆平，让我先安心处理母亲的丧事。之后我来到停尸间为母亲封棺，钉子刚钉到一半，同事突然发来短信说缉毒部忘了搜车，现在又掉头回去了。这把我吓出一身冷汗。我知道当务之急必须马上处理后备箱的尸体。我看了看母亲的棺材，又望了望通风管道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海中闪过。我顺着通风管道来到停车场，用硬币拧开挡风板上的螺丝，将女儿的玩具绑上足够长的铁丝，扔进通风管道，而铁丝的另一头则捆着后备箱的尸体。在把尸体搬进通风管道后，我还顺走了路边的宣传气球，随后返回停尸间，并给保安拿了些小费。最后一晚了，能让我再陪我妈一下吗？关门的时间过了，好吧，一点激情也要离开，我们会来看的。待等保安离开后，我假装找个位置坐下，松开手中的气球，气球不偏不倚，正好挡住监控。我争分夺秒开始行动，反锁大门，然后踩在母亲的棺材上，拆开挡风板，抛出遥控器，操控娃娃朝我爬来，并连忙解开鞋带，将钉子从棺材上一根根拔出。这时通风管道传来婴儿啼哭的声音，惊动了门外的2名值班员。就在我站上棺材打算拉动尸体时，值班员也喊来了保安。保安见打不开门，便呼叫其他队员送钥匙过来。我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可娃娃离我还有1指的距离时却没电了。无奈之下，我摘下母亲的项链，勾住娃娃的手腕拉了出来。随后我又费了好大的劲，终于将尸体拖出了通风口，塞进了母亲的棺材。
盖上棺盖后，开始还原现场，并用鞋底将钉子全部锤回去，能搞定一切。精疲力竭的我刚要坐下来喘口气，却听见棺材内传来手机铃声。这时我才想起忘记检查尸体的口袋，然而保安已经来到门外。帮帮我！好在保安推开门的一瞬间，铃声终于停止。听到怪的声音吗？只听到我妈妈跟我讲话，别的都没听见。我强装镇定地应付了过去，直到出了停尸间，我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。第二天，母亲入土下葬，6名大汉使出浑身解数，才勉强将棺椁放进坑里。为了防止手机再次响起，我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嚎啕大哭，直到看着一捧捧黄土彻底将棺材掩埋，我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。真是个孝子。此时女儿也发现她的娃娃不见了。谁偷的？小孩子东西都偷，也真是缺德。这么便宜东西都偷，这人肯定有苦衷的。为了合理去修理厂更换挡风玻璃，我决定再制造一起车祸。我瞄准路边临时停靠的一辆警车，往嘴里塞满面包，握紧方向盘，猛踩油门，径直朝警车撞去，将警车推出数十米远。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我便恶人先告状。迪卡分局刑警高建祥，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把车停在路边啊？由于警车确实违停，2名交警也只能哑巴吃黄连。Sorry sir。直到此刻，我终于松了口气，以为一切都合情合法的解决了。直到几天后，我接到了新的任务，这次要配合缉毒部门抓几名毒贩。当看到其中1名毒贩的照片时，我直接傻眼了。这不就是那晚被我撞死的人？此人名叫张晨，是这次行动的目标之一。我们来到张晨的藏匿地点，而我已经知道了这次行动的结果，所以我整个人都无精打采的，连枪都懒得拔。顾队，我觉得他应该不在。你怎么知道？直觉吗？你还有直觉？你买了那么多彩票，我没看你中了一个，还直觉？随着队长一声令下，众人冲进张晨家中一番搜索，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。而我在院子里闲逛时，看见了那晚差点撞到的狗子，我下意识地跟着他来到了后门，那里正是那晚撞死张晨的车祸现场，轮胎的刹车印都还清晰可见。这一幕让我的心又悬了起来。就在我思索该如何是好时，一辆警车朝这里开了过来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有人报案说前晚这里发生一起车祸，说15号晚上看到有人在这里被撞，然后把尸体塞到后车厢逃了。好在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的队友刘浩看到了路灯下的监控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我心想，这下完了，不仅肇事逃逸的事要暴露，还可能因此牵扯出更多麻烦。我一阵头大，主动提出要去调取监控，实则是想找机会删除视频，但却被拒绝。晚上2名队友在查看监控回放，我假借送宵夜的名义跑去探探口风。好在案发现场刚好在监控的盲区，我刚松了口气，可那在监控里突然急刹的黑色本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这条路这么偏僻，车又少，为什么突然刹车？有人刚好路过，然后就撞了人。建祥，你开的是 Honda， 这个是 Honda 没错吧？是红的，但是我看应该是深蓝色的吧。可因为那晚下着大雨，雾气也很大，他们只能看见前3位的车牌号。但我明白，凭借现在如此全面的数据库，只要筛选出符合线索的车辆，再结合附近修理厂的维修记录，我暴露只是迟早的事，所以我必须马上想办法解决。第二天，我早早的来到警局，看着符合条件车主的名单上那个自己的名字，陷入了沉思。就在这时，一通电话打了进来。高建祥警官，我要提供通缉犯线索，我看到张晨了。听到这个名字后，我被吓得立马挂断了电话，可对方依旧不依不饶，甚至把电话打到了我同事那，我顿时被吓得不敢出声。看你接电话，你敢再挂我电话，我就报警检举你，你个杀人犯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是不是找错人了？你这样，我们很难往下沟通啊。我心里清楚，对方肯定就在附近。我急忙地朝楼下跑去，而令我意外的是，他居然能准确地说出我的车牌号和肇事时间，这也让我越发激动。你究竟想怎么样？说，生气了，说明你心里还是有事儿啊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把张晨准备好，我会再联络你。在我目光的一番搜寻下，果然看见电话亭站着个白衣男人。在他放下听筒的瞬间，我的电话也被挂断。我见此情景，立马追了出去。我一路跟着他跑回了警局，可白衣男突然转头，沙包大的拳头一直往我脸上招呼。好在我的同事们及时赶到。不是说好了我来找了从队长口中我得知，白衣男竟是缉毒组的组长，名叫陈长明，而我们那本收取保护费的账目也是他帮忙摆平的。我带着满心的疑问，跟着他来到了厕所。你想要什么？把张晨
交给我。此时我也发现了不对劲，虽然张晨确实是被我撞的，但他怎么就能肯定他一定死了？难道他没死吗？随后他又开始拿着事威胁我，想让我把张晨交给他，这样我们就能两清。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你信不信？我能把你的屎从你的屁股里挤出来。我这人最讨厌别人摸我的屁股，还摸那么久。我趁他不注意，直接给他来了几记爆肝拳，他直接被打得瘫软在地。夫人，你打的真是太狠了，可真疼啊！我本打算点到为止，可他却依旧不停地挑衅我，我直接将他摁在了水槽前。就在我们僵持时，他掰下了水龙头，朝我腰子连砸数下，接着又是数拳重击，外加一记飞踹，把我踢到坑位上。Hello， 有人在家吗？喵！你不喜欢别人摸你的屁股啊？你总是愿意把事情搞得非常复杂。咱们好好聊聊不行吗？陈昌明用水管勒住我的脖子，把喷头塞进我的嘴巴，直到我快要窒息时才松开手。把张晨准备好了，等我电话，行吧？知道了。我明白，如果不按他说的做，不仅我的肉体会受到伤害，以后在警局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迫于无奈，我偷偷来到墓地，用铁锹挖开母亲的坟墓，从棺材里拖出张晨的尸体。我在张晨身上一顿摸索，找到了那部没电的手机，还意外发现了他胸口的2处枪伤，这让我汗毛直竖。他很可能在被我撞到之前就已经死了，而我也被卷入了一场巨大的阴谋当中。带着疑惑，我回到车里给手机充上电，并拨通了那个未接来电。喂，张晨，你这王八蛋跑去哪了？我还以为被昌明给宰了呢。那天晚上他找你，我就知道没好事。从他的话语中，我听出他们和陈昌明的关系不一般。我让同事定位了东顺的手机位置，然后顺着导航在一家便利店里找到了他。当他看到我在比对照片后，立马起身撒腿就跑。我不是来抓你，聊两句。操！之后，我把东顺绑到了天台上，一番威逼之下，吓破胆的东顺如实交代了一切。原来，陈昌明才是那个警黑勾结的人，他靠着张晨提供的一手情报，扫荡了全市的面粉交易。靠着这些功劳，他在短短几年时间就爬到了如今的位置。然后在缉毒部销毁面粉时，在下面暗箱操作，把溶解的毒水偷偷回收，最后又重新提炼成面粉。靠着这番垄断操作，陈昌明一伙人赚得盆满钵满，并且把钱都存放在一处金库里。结果没想到张晨狼子野心，偷走了金库的钥匙，这才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。那钥匙呢？张晨他们是卖毒的，重要的东西他们都往屁股里塞。寻找无果后，接着我又根据东顺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那只狗，结果还真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钱包，里面有一张中间带孔洞的卡片，背面写了一串号码和红心仓储4个字。就在我仔细的端详这张卡时，我的队友刘浩突然出现在我身后。你撞警车之前就已经出事了，怎么解释？我不把这份罚单扣下来，你早在拘留所吃饱了。他替我藏住了这份秘密，来到这里也只是想听我的解释。面对好兄弟的坦诚，我向他坦白了一切，刘浩也选择了相信我。就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刘浩拿出了今天刚收的保护费，让我带着家人远走高飞，剩下的事情交给他处理。但我不想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他一个人。就在我们互相推搡时，陈昌明打来了电话。高警官，晚上好，现在请你下车，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商量。下车后，我又按照他的指示向前走了20步。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在你后边。看着自己最好的兄弟死在自己面前，我的愤怒再也无法抑制。我大喊着要和陈昌明同归于尽，可这时我却听见电话那头女儿稚嫩的声音：“请问一下，这里是朝圣路147号13楼吗？”“是啊。”“赶紧把尸体给我准备好，千万不要再把简单的事情搞得那么的复杂。”我的心猛地一紧，风踩油门，玩命的往回赶。好在只是虚惊一场。等我赶到家后，陈昌明已经离开，妻子和女儿都平安无事。遇到陈昌明这么个疯子，我知道家里已经不再安全。于是我把钱塞到妻子手里，让她带着女儿立刻飞去三亚。妻子没有多问，她知道我这么做一定有我的道理，而我则立马来到电脑前写了一封举报信。可陈昌明似乎能猜到我的心思，又发来一条恐吓短信。此刻的我知道，只要陈昌明一天不死，就算交出张晨尸体，
我和家人也一样会被灭口，所以我只能主动出击。我转头就回警局领了枪和子弹，还顺走一旁桌子上的定时炸弹，并将其塞进了张晨屁股里。准备好后，我便开车前往了和陈昌明约定好的地点。把张晨搬到我的车上，你就自由了。完成尸体交接后，他开始对我进行搜身，在没收了我的手枪后，又用金属探测仪在我身上一阵摸索。尽管我将炸弹遥控器藏在了私密部位，可还是被他发现。好在我将遥控器和车钥匙串在了一起，他并没有发现端倪。我刚松了口气，他却又开始对张晨进行搜身。为什么总把东西放在屁股里？得买副手套。一切都结束了。Yes，finish。我扭头就往回走，并从兜里掏出了引爆器，想要炸死这个混蛋，却不料陈昌明又突然叫住了我。你的枪忘哪了？这是玩具吗？啊！你要杀我吗？来，开枪！开枪打死我！打死我！明天警队就会收到你杀人还有你杀举的证据！开呀！我料定他不敢对我怎么样，因为我在来之前就写好了举报信。如果我没能及时回来，这篇邮件就会自动发送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假的！跟着打我！打死我！跟着打我！陈昌明见我这副怂样，料定我没那个胆子，也就没继续刁难我，却不知道我装成这样，只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而已。你比他牛，有种！陈昌明前脚刚走，我便立马按下了启动按钮，可万万没想到，陈昌明居然又倒车回来了。好兄弟，我们一定要合作一把。你很有才华，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赋。眼看炸弹的倒计时就快结束，可他却没完没了了，非要拉着我去吃碗面。我连忙开始装疯卖傻。我不去啊！我不去啊！我不想吃！我要吐啊！我要吐啊！飞你行了，飞！去啊！下个月去啊！咱们调回去，多紧！而我这副吓破胆的模样，也让陈昌明彻底放下了戒备，开车便离开了这里。而定时炸弹的时间也刚好走完。我拿枪在岸边焦急地等了几分钟，见连车带人都沉入塘底了，我这才离开了现场。在家休整一顿后，我拎着包正要赶去三亚和妻女会合，却不知道此时门外正有一个惊喜等着我。6分钟，为了你，我打破了自己潜水的记录。好样了啊！他若无其事地在厕所里撒了泡尿，还让我去帮他拿消毒水。可我此时还没有缓过神来，呆愣在原地。哎，你没听到吗？我说让你找点药水给我消毒，你不心疼啊？你怎么不心疼我？不心疼我！陈昌明这一套连招打下来，我也彻底直不起腰了。可他还不罢休，用书柜将我死死压住，然后走到一旁补充能量。而我也看到了书柜下的那把手枪，趁着他在消毒的功夫，我拼命地挪动身体，试图够到那把手枪。可就在我要成功的时候，他拉住我的脚，将我拽了出去。我找准机会，将他踢翻在地，并趁机躲进了卧室。他还试图撬门，却被我用绳子捆在了跑步机上。我立马跳出阳台，想绕到他后方完成反杀。可湿滑的台面让我失去了平衡。就在我千辛万苦爬上阳台时，陈昌明也用玻璃碎片挣脱了束缚。趁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我趁机扑了上去。倒地后，我们脑袋都受到剧烈撞击，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。在艰难缠斗中，我们同时发现柜子下的手枪。我们你一下我一下的争夺着，却没看见钉子刚好卡在扳机处。果然还是我的命大一点，子弹打在了陈昌明的身上。事后，我主动回到警局，向上级检举了陈昌明的种种罪行。而廉政署为了消除内部影响，决定将我的事情埋下来。我也以办案不力的理由主动请辞，并带上了妻女去祭奠母亲。而女儿在一旁玩耍时，意外捡到张晨的假眼，我拿起来仔细查看，却发现假眼内有个圆形芯片，大小和之前卡片上的原槽差不多。带着疑惑，我找到那个叫红星仓储的地方。原来那块芯片除了确认身份，还能当场制作一次性钥匙。别看这地方十分简陋，但保密措施相当到位。我用钥匙打开第一道安全门后，又输入卡片上的数字，打开了最后一道门。当灯光全部亮起来，我看到了令我永生难忘的一幕。眼前的美景堆积如山，我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小袋子，不由自主地笑了出来。
哥的。我找到这笔害死一堆人的钱了。